被你娘关在家中，连京城的大门都没有迈出去过。外面的花花世界是怎么样的，你知道吗？难得有机会光明正大出门游玩。黄叔父说的对，玉锦保证能够完成任务。水患过后，时有流寇作乱，他们到处抢粮，要是遇上，恐怕小命都难保。啊！玉，去看看。我觉得皇上是想借着赈灾，查看我府中的实力，顺便掌控我的动向。将军，南平郡王怕事偷懒，贪财好色，来秀水救灾，只为求财，顺便收罗美人儿。我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啊，谣言越传越烈。现在百姓们纷纷打听御史抵达的时间齐齐放下告状的心思，只顾着将未嫁的女儿藏起来，怕让好色的郡王看见了。干得好！大灾之时，能活一天是一天，能活一时是一时，他们哪顾得上那么多？这位小哥，秀水州就这一家粮库吗？别提了，那些黑心的商人哪里管我们的死活呀？他们把粮食都囤起来了，等我们饿得不行了，再高价卖给我们。这秀水之州不管吗？他管什么呀？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权没势的，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啊！海大人，等安顿下来以后，赶紧开个粥铺，给灾民施粥。是。老爷，张公子在城门外等着咱们进城呢。好，走。给点吧，爷，给点吧，给点吃的，给点吃的。过来。少爷、夫人，我们到了。我们到了。玉公子，官库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们的人正在去的路上。他们人太多，只能让他们自行休息。我先把你们安顿了。如此甚好，那就打扰了，请。玉公子，这就是我给你们安排的小院。公子家里必定是极度富裕，住惯了京城，突然来到我们这乡下，会不习惯这里的简陋吧？哪里，小院清雅别致，想必令尊必是风骚雅趣之人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父亲与百姓同甘共苦，一切从简。我家世代从商，从不缺钱，只是最讨厌那些贪官污吏，敬佩爱民如子的清官。父亲从不贪污受贿，生活清贫，为百姓受点苦又算什么？你父亲是个好官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要早些休息，明日我再与你商量施粥之事。好，那告辞。看你这样子，打什么鬼主意呢？你怎么知道我在打鬼主意啊？知夫莫若妻，你身上哪个部位我不清楚啊？无耻！想歪了，我说的是你的心思。我懒得跟你扯。哎，你看，这汝窑的茶杯，前朝的古物，价值100金。若是放在咱们家，算不得什么，可在外面极难得手，绝对不是清廉官员用得起的东西。
你再看那院子里的石头，都是奇石，来自产石之地江北州，是文人雅士追捧的玩物。这些石头如此巨大，价格昂贵，再加上运输的人力物力，价值不菲啊。这石头还分贵贱呢。相公，你这刚进院子一会儿的功夫，怎么看出这么多细节来啊？太厉害了。那当然了，这石头的种类分好多种，有奇石、怪石、异石、文石、贡石，都是富贵闲人、风骚雅趣之人追捧的玩物。刘太傅家里有一块巨大的昌化石，听说是从千里之遥的浙江运过来的。听说运输之时正值寒冬，费了不少劳力，才运到东京，却因巷道太窄，无法运进家中。刘太傅买下周边的10几间屋子，通通都拆了，才勉强将石头运进家中。啊，真是劳民伤财。可不是吗？哎，你说张太爷一个区州官，兴趣爱好竟和太傅相提并论，住着豪宅，玩着巨石，岂不是都是搜刮民脂民膏所来？话说，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个知州捉拿归案呀？你急什么？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再考虑考虑。好，如果查出贪污受贿，直接亮出身份，摘了他的乌纱帽，回京查办便是。别急，媳妇儿。这张太爷知道隐藏财富，做好表面功夫，说明他一定是个聪明人，估计留下的证据不会太多。老子堂堂赈灾御史，如果只是摘个乌纱帽罢个官，打几下板子，那太没意思了。他既然想玩，老子就陪他玩到底，玩个痛快。好，你慢慢思考，我出去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。快去吧。告辞。赈灾伊始，请南平郡王给在下安排任务。二位一路辛苦了，快请坐。是。为郡王分忧，这点辛苦算不得什么。这赈灾工作很重要，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，工作方式急不得，也来不得半点虚假。郡王，小的出去寻了一圈，没找到您要的山泉水啊！笨蛋，泡茶以山泉水为上，没有山泉水就用井水嘛。你去附近找点井水来。才离开京城半天，就变成呆子了。跟了这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会的钦差大臣，这工作怎么开展？哎，你们说这秀水州的歌馆酒肆、花街柳巷开门了没有？郡王，我们出来赈灾，您还想着找姑娘？郡王，这儿的姑娘质量差，跟咱们东京的没法比。这样，等咱们回去以后，再去找姑娘，再欣赏，好吗？此地自古出美人，听这儿的人说，莺体馆的姑娘不错，价钱也便宜。若郡王有兴趣，说什么呢你？不少新来的姑娘都是附近的灾民，没饭吃，被父母卖进去啊，很可怜的。这开门就好，你们二人这几天好好去逛逛，要选最高级、最有名的青楼。郡王，您是打算带着我们这一票大臣一块儿去逛窑子是吗？郡王，您可千万要念及皇恩呐，千万要想着处在水深火热的江北百姓啊，千万不可做出这种在赈灾的时候逛窑子这种昏庸之举啊！海大人，切勿心烦气躁，听我说完。你想，这被卖去青楼的都是家里受灾最严重、最穷的地方的子女，而逛得起青楼的都是秀水州有钱家的蠢货。男人一起逛窑子，感情最容易沟通。你们假扮客人，去逛窑子，跟美女谈谈心，跟有钱的客人套套近乎，顺便了解一下秀水州灾情的真相。
还可以打探张太爷的所作所为，越详细越好。原来郡王让我们去找姑娘，其实是为了打探消息。郡王，这招可谓是英明啊！郡王别出心裁，另辟蹊径，哎呀，真乃一绝呀！你们就放心去吧，有任何责任往我身上推，天大的事儿都由我扛着。郡王，这个你和将军去不去？叶昭这个混球，进青楼叫姑娘，脸不红心不跳。无论是他勾搭姑娘，还是姑娘勾搭他，这种人伦惨事，老子通通不想看。我现在的角色是一个天真烂漫、有钱正直的商家公子，实在不便去青楼。由于主子人傻钱多，你们这些扮演管家的，就刚好适合上下其手。至于阿昭，要保护我的人身安全，所以必须留在我身边。这个合适吗？郡王都说了，罪名他扛着，海大人还担心什么？这都是为了工作。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一切以工作为重，海大人就不必背负那么重的思想负担了。还是毕竟是年轻，思想转换的及时。海大人到底怎么个想法啊？既然郡王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。这就对了嘛。记得出手大方些。好，如果没有钱就找我要。明白。特别是海大人你，表现得要好点哦。不过也不要入戏太深。这些事我和阿昭会替你保密的，绝对不会告诉你媳妇儿。郡王，我谢谢你啊。小瞎子，你也去吧。记得表现要好点。我知道的。王爷，所有物资都已准备妥当，10年间储备的粮食共计5000万担，请王爷过目。朝廷官员募捐的银两呢？10万两白银悉数在此。大人，这位是焦信姑娘，今天啊就让她来陪你，快过去。那大人，你们好好聊，我先下去了。下去吧。大叔，你来这儿只是喝茶吗？啊，这儿的茶不错。大叔，你有没有觉得今晚的夜色特别的美啊？姑娘说笑了，此时天光大亮，还没到晚上呢。这又何妨？大叔说这是晚上，这就是晚上。姑娘，还是
是坐下说话，先请坐，请坐。姑娘，到这里有多久了？半个月了。哦，我看姑娘像是一个良家子女，为何会到这里啊？哦，姑娘不必多谢，我只是随口一问。大叔真的要听吗？你是谁？跪下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功夫也不怎么样嘛。嗯，说。不说是吧？上次有个刺探军情的探子被抓到，结果被将军打的是骨头根根粉碎，半身不遂，在牢里待了几天，就死了。哼，很好，你继续不说，让将军把你揍个半死，你就知道厉害了。我说，我叫陈天狗，岳氏大牢里的小偷，是张南华，张少爷派我来的。张少爷？对，张青天的儿子，他让我把这些库银放在玉公子的房间里，然后等官府把官银搜出来，他们就借机把你们抓了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啊！小人是让朱由蒙了心，上了张少爷的当了。偷盗官银是死罪，张南华还真是居心叵测啊！你把官银留下，告诉我张南华下一步的计划。回去告诉他，事情已经办得妥妥的。哎，听到没？说。那然后呢？然后，你要是干得好，爷就饶了你。对了，前几日彻底关突发泥石流，还有爆炸的痕迹，一看就是人为所致。说，是不是张南华叫你干的？将军饶命！小人发誓，绝对只接了官银这一个活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我陈天狗怎么敢在将军面前扯谎啊？望将军明察。我一定明察。如果不是你干的，我也绝对不会诬陷于你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走吧。还不快滚！
我出去一下，你们保护好玉琴。是，将军。哎呀，这柳熙音花容月貌，坠崖而死。都过了这么些天了，想起这事儿，我胸口就疼。哎呀，亏着在悬崖边找到这个，让我睹物思人，心里还好受了几分啊。老爷，这柳熙音，想着也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姑娘，您才见了她一面，何苦来这么伤心呢？您别伤着身子哟。红颜薄命啊！哎，你说，哎呀，这老天爷把你派到我身边，太好了，宝贝儿！来，宝贝儿，来。哎呦，哎呀，也颇有几分姿色呀，不输给那柳熙音。爹，孩儿有事求见。进来。爹，姨娘。爹，我看了一下，他们手里还有28车粮食。您算算，这是多少银子？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粮食比黄金值钱多了。不过花招这块肥肉，落在我的地盘上，山高皇帝远，杀了那个花招，又能怎么样？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切不可走漏半点风声。您放心，爹，孩儿已经安排妥当，明天就去捉拿盗窃官银的恶贼。狐狸，站住！你我兄弟这么多年，你也不至于我走到哪儿，你就跟我到哪儿吧。你说，你居心叵测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将军，彻底关的桥，不是我扎的。那是谁？你可还记得，当年刺中你胸口的那个蒙面刺客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在云关城破的当晚，也出现了一个蒙面人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两个人有什么关联？正是。战后归来，我曾默默地发誓，一定要查出这个蒙面人的身份。可没想到，皇上也找到了我，让我彻查当年云关城破，当晚偷偷打开城门的那个内奸。此人武功高强，行踪不定，我一直未能将他擒获。可当我顺着这条线往下查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猎物。所以，你今晚故意卖个破绽，引我出来，就是要告诉我这个。那个更大的猎物是谁？齐王。齐王。所以庸关城破，背后指使的人是他。我要亲手剁了他，为我爹和我哥报仇。将军，万万不可！为什么？在没有掌握其犯罪事实之前，不可轻举妄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眼下朝廷权力斗争暗流汹涌，西夏与辽邦如同猛虎伺机而斗，各种矛盾博弈交锋。皇上高瞻远瞩，一直隐忍不发。一方面启用朝中的能臣谋士，另一方面不得不随时平衡各方的利益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做什么？等待时机。齐王接下来还会有许多行动，
都是以出卖朝廷利益来达到他谋逆篡位的目的。将军，你稍安勿躁，待我理清所有的证据，你我共同联手重回战场，再为叶老将军报仇。好。将军，时辰不早了，你也该回去休息了。胡卿先行告退。本王判断准确，这青楼果然是打听消息的好地方。游戏花丛，咱们个个都是好手，就连海大人也毫不逊色。唉，大把银子撒下去，挑几个头脑简单的纨绔子弟，把话一套，什么话都能套出来。他们说什么了？这水灾过后，大户人家和无良商家囤积粮草，完全不顾百姓死活，哄抬粮价。可恶！还有这个张太爷，徇私舞弊，贪赃枉法，滥用职权，甚至收人银子，将快要处死的有钱人换成乞丐去处死。这群该天杀的混蛋！这京城是天子脚下，那些达官贵人，即使为非作歹，也得顾及体面，不敢太过分。可这秀水州山高水远，小小知州，敢与玉皇大帝比霸道，可恨！真是越想越离谱。老子做纨绔头子的时候，也没敢欺行霸市，强抢良家女子，竟然敢欺负老子，老子非要那混蛋不得好死！相公，别激动啊！你说他不得好死，他肯定会不得好死的。郡王，这张氏父子呢，虽然贪赃枉法，但是也应该按照国法处置。何况这二人的手脚做得这么干净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总不能凭着谣言给别人定罪吧？凭什么不能用谣言定罪？这个不合规矩。什么狗屁规矩？老子的话就是规矩。谁爱做青天大老爷，谁做去。老子就是走后门的昏官，草菅几个人命算什么？相公说的对，严惩这些恶吏，还是当一个昏官来的比较痛快。说得好。媳妇儿，你最近表现是越来越好了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给狱警跟着走，这句话我会铭记的。天哪，有这样的将军，这样的郡王，他真是乃我大宋之幸啊！哎，大爷，门外来了几个县衙的捕快，说是要将盗取官银的恶贼捉拿归案。抓谁？抓我。抓将军。相公，我呸！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恶贼何在？走着。在这儿呢。你就是花招？给我搜！恶贼花招，盗窃官府库银，罪证俱全，跟我回衙门说话去。好啊。阿昭，快跟我走！大胆！你哪来的胆子，敢抓我们？有何不可？
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有何不可呀？如果花昭公子真的没有犯什么错的话，我父亲定会还他清白。说的也是，叔父曾教导做人要敢做敢当。既然你们怀疑，就让他跟你们回去好了。反正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做坏事就要遭到报应，任何结果我都能承担。我走了。去吧。你不去？绝对不去。好，走。那玉公子，告辞。看来要出人命了。早晚都得出人命。这江北州自古多才子，这块匾就是胡老爷子写的。哦，胡老爷子是名门世家，代代为官。现如今他的女婿陆振廷陆爷在京城混的那是风生水起。陆振廷，就是那个京城开赌坊的。前几日我还跟他比过武。这几个字儿写的有点歪呀。啊，是，名字写的确实不够正。你们两个絮絮叨叨干什么啊？没看见本官出场吗？堂下犯人跪下。断案时，犯人当真要跪？高见呐，这犯人嘛，他就应该跪下的。那就跪着吧。是。干什么？瞎了你的狗眼！不知道本官是谁吗？放肆！传嫌犯家属。传家属。快点！叶将军，请上座。叶将军？哪个叶将军？朝廷上姓叶的将军不多啊，最有名的，好像只有那一位。16岁征战沙场，杀人如麻的活阎王，天下兵马大将军，就是那个微服巡查，南平郡王娶的那个正妃。玉公子的模样，怎么也不像是高高在上的郡王爷呀？这花昭看起来没有半分女人模样，他们怎么可能是夫妻？他说是叶大将军就是叶大将军啊！现在招摇撞骗的人多了，谁知道他是真的假的？放肆！叶将军，此人咆哮公堂，是否应该掌嘴？掌嘴？哎呀！小人愚钝，如此大奸大恶之徒，应该重打20杀威棍啊！来人，打20大棍！是。你，跪下！爹，救我！老实点！爹，救我！妈！爹！蒲师爷无利不起早，不会无缘无故讨好他人，举手投足却有军人气势，身份怕是不假。孽子！将军，下官不知您巡查至此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将军恕罪。好了，别打了。张太爷，你说说，你有什么罪？将军，
秀水州水灾，下官为让大户人家放粮赈灾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回府听闻，库银被盗，下官是心急如焚。可是县人直指官银出现在微服出巡的钦差府中。如今想来，此乃盗贼陈天狗所为，他栽赃陷害，直指本官。还望将军看在下官体察民情的份上，恕下官失察之罪。传认证。传认证。将军，你说，李衙役说，张太爷在任职之前就已经贪赃枉法，他收了人家上万两银子，水灾发生之前堤坝就已经出现裂缝，他却置之不理，只顾寻欢作乐。决堤之后，他还买通黑心商家，做表面功夫粉饰太平，内里还哄抬米价，逼得许多没受灾的人家也家破人亡。混账！太混账！污蔑！焦姓姑娘遭遇不幸，句句实言，没有信口雌黄。可那李衙役绝不是一个好人，他横行乡里，鱼肉百姓，下官本欲将其罢免，他怀恨在心，四处散布谣言，诋毁下官名声。所幸老天有眼，让他前些日子醉酒落水而死。可他死后还留下恶言，诱骗焦姓姑娘，还望将军明察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桃红姐姐就是被你害死的。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桃红姑娘。哼，好啊，你个青楼常客，你怎么会不认得桃红？她陪你喝过酒啊？陪下官喝酒的人多了，藏春阁的人都知道。将军，下官是有些好色，经常管不住自己，去那些地方自斟自饮，真的是万万不该。下官有罪，下官知错，万望将军谅解。无耻畜生！你作恶多端，你不得好死！叶将军，此女出言不逊，是否应该掌嘴啊？掌什么嘴？美人只要不骂自己，骂谁都是对的。小姑娘跪半天了，腿都跪疼了。来人，拿个椅子，让她坐着说。快拿椅子，让焦姓姑娘坐下说话。将军固然可畏，但平时我与张太爷同流合污，拔出萝卜带出泥。若是招供，张太爷也会连带将我供出，更讨不了好。师爷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叶将军，在下是在张太爷手底下做事，但是私底下的事，在下不好打听。历届州官都会收些火耗银子补贴自己，当然张太爷也不例外。对了，这也是罪行。蒲师爷上道，避重就轻，平日里没有白白栽培他。张太爷，你的那些别院和汝窑杯子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将军，有一个大户盐商迁往别处，然后他将院子租给本官，收本官每年5、60两银子，一个州官在任也就4年。回禀将军，有一个大户盐商迁往别处，然后他将院子租给本官，收本官每年5、60两银子，一个州官在任也就4年。
我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大院子做什么？至于那个杯子，哦，那是花儿在街边的摊上买来的，就花了50文银。是将军。将军，您是高雅的京城人士，我是乡下的泥腿子，我当时看见，就是觉得漂亮便宜才买的。我不懂什么汝窑宋窑，若是真的，那是捡了大漏了。我没品，也不知道那些杯子值个几斤几两。这审案太麻烦了，老子没这个耐心跟你们磨磨唧唧。陈天狗，你来跟我说说，这瓜银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张南华，张公子半夜将我从大牢里提出，给了我300两库银，让我藏在将军的屋子里。事成之后，不但免了我的罪行，还给我10两银子做报酬。如若不成，他就要将我的母亲和妹妹卖进窑子。小人害怕，就应了。深夜潜进将军的房间，所幸将军慧眼如电，没让小人酿成大错。小人日后一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在下不知将军和郡王的身份，你我一见如故，我力邀你们来我家中做客，我怎么忍心害你们呢？陈天狗，你这个惯犯，你出入大牢就和走自己家门一样，你撒谎成性。我爹之前打过你几板子，给你戴过枷锁，你便怀恨在心。现在水患连天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你竟然盗取官银，把银子藏在外地人住的屋子里。如果没有被发现，你就把银子容了自己用；如果被发现，你就加害于人，栽赃于我。将军，郡王爷说您做事太过认真，差不多意思意思就行了，叫您回家早点吃饭。哎，不是叫你小声跟将军说吗？怎么全嚷嚷出来了？审案太麻烦，早就审罚了。回去跟我相公吃饭。将军，你就这么走了？火眼望雷声大雨点小，本官巧言令色，总算逃过一劫。走，是。郡王，搜得银两3、4千，才3、4千两，这和想象的差距也太大了吧？这么肥的官，就这么点钱啊？是的，但是我们都搜过了。难道不知道本王现在需要钱吗？没有钱怎么赈灾？郡王说得对。这张太爷十恶不赦，他的钱都去哪儿了？那下官再去搜一下。哎，等等，海大人，你说在地方开展工作，怎么样才最为有效？这方面你最有经验了。在地方开展工作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熟悉当地事务的地头蛇。好主意。据在下分析，秀水知州张无德，除了贪污之外，其他的事情都没有放在心上。
但是，这个蒲师爷倒是对秀水州的大小事务了如指掌，看得出来他颇有能力，素有智慧，是个能人。好，那就用他打头阵。郡王，若你要执意使用此人，需要郡王饶他半条命，还需要将军狠狠地训斥他一番。如此这般，他便会主动交出赃款，积极配合赈灾。至于交出这赃款数目是多少，那不要看他看到张氏父子的下场之后，自己好好想一想。高招。海大人，在下辜负了朝廷的期望，愧对了百姓。这些年，有些钱财不该拿的拿了，不该得的得了。眼下大灾当前，朝廷上下众志成城，抗灾救灾，在下也不能袖手旁观。现如今将这些不当的收入如数捐出，望海大人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在下一定将功赎罪。岳将军的教诲，你可记得？叶将军的教诲，在下谨记于心，不敢遗忘。那便好。岳将军嫉恶如仇，倘若你愿意改过自新，上思朝廷，下享百姓，造福一方，岳将军自会宽谅。倘若你仍然执迷不悟，岳将军也自会知晓。是，海大人再给在下一次机会，在下一定重新做人，请海大人、叶将军、南平郡王监督。蒲师爷，起来吧。希望你从此以后可以做到言出必行，不忘朝廷对你的一片厚恩。是，谢谢海大人，谢谢海大人。退下去吧。是。赈灾钦差，南平郡王有令：秀水州知州张有德知法犯法、贪赃枉法、草菅人命，罪无可赦，宜处腰斩。其子张南华助纣为虐，鱼肉乡里，以下犯上，处以极刑。家财尽数没收入关，家眷充军流放。唉，你们的家人不要你们了。青楼的老鸨说，大灾之后，暂时无力采买新的姑娘，普通人家又不想要你们这些不会干活的娇弱姑娘，没办法，也只能将你们列入流放名单了。郡王饶命啊！我等妇孺完全不知道老爷竟在背后干下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，万望大人开恩呐！蒲师爷透露，张乌德修堤坝贪污了15000两银子，一年各大商户孝顺4000两银子，还有各项巧立名目的赃款，这么些年多多少少也有40-50万两银子了。可他把这笔钱藏匿了起来，如果你们有谁可以说出这笔赃款的下落，我就可以免他流放之苦，再赏他100两银子，从抄家的资产里拨出个小院和5亩地，让他在秀水州好好的生活。
我知道。那狗官做的事情我都知道。他藏了1万两银子在花厅的暗壁里，就是在那个青花人物画回花尊后面那个墙里，凿开便是。他这次让他儿子张南华回来，就是为了把那笔银子移回老家，因为他知道大灾过后上面肯定派人下来查，他觉得那笔银子放在秀水不安全。还有，他还送了4万5千两银子给各路官员去疏通关系。他说，升官的调令应该年后就会下来。这种人还能升官？白氏，他都打点哪些人呢？3万两给了吕相爷，还有剩下的1万5千两给了各路官员，就是疏通关系。意思是，就算大家不帮他，也别在升官的路上难为他。你听说过有这笔银子吗？下官新晋尚书省，立刻被派往江北，追随郡王前来赈灾。这笔银子我根本就没有见过，但是最近毕竟是刚刚发了一笔横财，出手阔绰。小瞎子，郡王、将军，你知道我有什么事找你吗？下官收受的银子是刘太傅差人送过来的，他派人送来的时候没有说是干什么用的，下官也不好不收。下官家里人口众多，入不敷出，实在是有点小贪心。不过生性胆小，只拿了1000两。至于谁还有受贿，拿了多少，实在是不知情啊。郡王，如今皇上实行改革，范大人更是吩咐下官严查贪污腐败，而且最近我得到线报，吕相爷、刘太傅榜上有名，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。我觉得你和将军一定要留意一下。玉锦，你回去之后要跟皇上说一下这件事啊。好，白氏揭发张太爷有功，海大人，免去他流放之苦，再从抄家的资产里拨5亩地，还有一个别院给他，让他在秀水州生活。是，郡王。谢郡王。郡王，罪妇还有一个请求。罪妇自知为虎作伥，罪孽深重，天理循环，理应受罚。所以罪妇想把这一点点功劳换来的恩赐置还于他人，请王爷允许。这天下竟有如此无私的人，还要把这种逃命的机会让给别人。你想还给谁？罪妇的女儿今年6岁，她实在受不了旅途劳顿，我怕她会夭折在路上。罪妇可以吃苦充军，但我恳求大人，让我的女儿留在秀水，找个好人家收养了吧。罪不及幼童，除白氏之女之外，10岁以下女子，凡无外人收留，都交由白氏收养。留在秀水州，免除流放株连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。白氏，你头上的金钗从何而来？金钗，这是老爷送我的。
是他捡的。路上捡的？这明明是我西英表妹的金钗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快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天哪，这柳姑娘原来是火焰王的表妹。这火焰王杀人不眨眼，要知道实情，还不把我当场腰斩了？快说！启禀大人，张太爷知道大灾过后，上面肯定会派人下来督察灾情，他就装模作样的去妙莲庵视察灾情，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这个宝贝。反正张老爷已经死了，这死无对证，我一口咬定不认识柳熙音就是了。大人可能有所不知，那妙莲庵远近闻名，香火旺盛，有些名门闺秀或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若是有什么闺房中的怨恨，就会慕名而来，在妙莲庵落发为尼，或者烧香拜佛。表妹怎么会出现在妙莲庵附近？媳妇儿，表妹内心风雅，慕名来到此地观光游览，说不定是无意间把此物留在此地的。你也不必多想。也罢，表妹心胸开阔，不会出家为尼，更不会遭遇洪水。玉锦，表妹一定已经回到永关城了，只不过她还在生我的气。秋华，帮我盯着点门口啊！玉锦回来了，立刻告诉我。将军，郡王这会儿在挖金子呢，是不会回来的。哦，也对。哎，秋水，那个诗词歌赋的书，将军找来了，应该是这本。您看，这像是一个狮子，像。笔彩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什么意思啊？有个朋友没见着，像秋天一样悲伤。这箫呢？箫不是吹的吗？怎么又变彩了呢？哎呀，这表妹怎么就喜欢这种文绉绉的东西呢？弄得我脑子疼。你们俩忙什么呢？啊？有什么用？我能指望得上你们俩什么？这个时候啊，要是狐狸在就好了。自己来吧。表妹，笔彩消息。将军的字写的可真好，你看。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哎，这字真丑。不过我真诚，对吧？就这样吧，就这样把这封信，还有这个金钗，寄给表妹。您真是的，您说自从表妹走后，
您都给他写了43封道歉信了，可人家一句回音都没有。这是郡王爷的意思，是吧？醋劲儿再大，不让他进门，也不能全怪您吧？估计还在气头上吧。久而久之，等气消了，我再去见他。将军，写信真的有用吗？这是海夫人教我的绝招。虽然我不会写甜言蜜语吧，但是我真诚，有毅力。我发誓，一定要把表妹哄回来。然后呢？然后，等玉锦不再纠结，表妹也不再计较过往，我就在京城里啊，认认真真的给她寻觅一门好姻缘。这隔三差五的串个门，在眼皮子底下宠着。如果未来这个表妹夫啊，我就弄死他。对。哎，这东西赶紧收起来，别让玉锦看见了啊。将军给表妹写个信，弄得跟偷情似的。将军，郡王受伤了，让你赶紧过去看看。啊，受伤了？怎么回事？谁这么大狗胆子？黄金这么大狗胆子？郡王看张太爷家墙壁黄金闪闪，就伸手去摸，结果黄金掉下来了，把他脚都砸肿了。他现在就在……别说了，快去啊！将军，你说说你呀，刚刚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什么叫偷情？那不叫偷情，叫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叫红杏出墙。红杏出墙？走。郡王爷，你忍一忍，骨头马上就会复正。我这辈子断不能与姓黄的碰在一起。什么黄叔父、黄金啊，都与我命里相克，索我命啊！哎呀，郡王已经复正了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怎么样了？啊？不过是小擦伤，算不得什么，无关紧要。爷爷我从小打架斗殴，这点伤算什么？这黄金真是不长眼，敢砸我相公脚踝上。这外甥的粮价涨的是突飞猛进，我们又不知道是谁在幕后操控，大肆收购。眼下我们秀水州剩下的粮食不够百姓食用半个月。没错，本王想从秀水州商人那儿调些粮草，可这些狗奸商无论怎么逼问都咬紧牙关，非说没有，还说要是出高价才能从外地调进来。这气得本王手抖脚软，才误伤了自己。劈了这群狗奸商，看他们较不较量。唉，本王心地善良，讲求以德服人，以礼服人，也不好让媳妇儿你太过劳累，到处杀人，传到皇叔父那儿也不好听，免得说老子吃软饭。唉，眼下得想出一个好办法，让那些人心甘情愿地把粮食捐过来。我相公的脑子呀最好使了，还好这黄金砸的是脚，不是脑子。哎，你相公可是因公受伤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了，你们赶紧去通知本地商家还有大户人家，告诉他们，本王心忧断粮之事，3天没有吃饭，体弱无力，再加上不慎受伤，给他们点拨点拨，让各家主子带着重礼来探望，共同商讨赈灾大计。好。等等，记得让他们带上重重的大礼，千万不能怠慢钦差大人。明白了。过来，过来，我看看啊，来。哎，轻点，轻点，媳妇儿。哎呦，疼吗？啊？又臭。生活糜烂，
游手好闲，敲诈勒索，滥杀无辜。哼！爱妃，你过来看看这些折子，文武百官卷起袖子，齐声开骂，做官能做到这个境界，朕也算是服了他了。皇上息怒啊！这些奏折虽然说是一些有名有姓的官员所奏，可是他们并未亲临灾区现场啊。赈灾的是南平郡王，具体的情况还是要听郡王的才是。临行前，朕怕赵玉锦镇不住他们，就暗示他可以稍微强硬一些，再派叶昭保护他，剿剿匪，吓唬吓唬官员，也预防赵玉锦胡来。没想到，兵马大将军叶昭居然跟他一起胡闹，敲诈大户，斩贪官也就罢了啊，带着下属喝花酒，拉着歌姬游山玩水，这算什么？节操碎了一地，钦差大臣的底线在哪里？好歹他也是皇亲国戚，一点脸面都不要。等着，等这混小子回来，看朕怎么收拾他。只怕小郡王啊，就等着皇上收拾他呢。就是，他就是打不怕，烫不死的一头死猪。那既然皇上如此担心，何不下一圣旨，催他赶快回来，另换其他的官员继续赈灾呢？圣旨岂能朝令夕改？朕现在就怕他捅更大的篓子出来。既然是这样，皇上就不必担心了。郡王身边不是还有海大人和毕进士在吗？有他们把关，也不会容郡王过分胡闹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大家说说看，这个南平郡王是怎么样个人呢？老爷子，要说他不是个好官吧，他怎么懂得乔装改扮来秀水赈灾，还微服私访派遣他的手下查案子呢？哼，查案子，咱们在座的哪位亲眼得见了？再说，微服私访就一定是好官吗？我看未必，是吧？如若说他是个好官，可为何会怂恿他的手下之人去逛青楼，整日的吃喝玩乐，啊，还满大街的搜集我们这儿的土产特产，尽享逍遥自在，怎么就不干一件正经事呢？他这个人呐，脾气是难以琢磨。你说他脾气恶劣吧，他怎么会和乞丐流氓在一起攀谈？看对了眼儿，他还乱丢银子。我也闻听此人脾气温良，可怎么会放任那叶将军罔顾律法，竟然率性腰斩了张太爷父子，还发配了他府上所有的女眷？要说他是个好官，他怎么会轻易就放过那个帮助张太爷作恶的蒲师爷呢？而且还委以了重任呢。说他善良仁慈吧，可他却用几近儿戏的恶毒方式处置了张太爷的管家和下人。据我暗中查访，他视金钱如粪土，可又公开索贿。他风流好色，也曾调戏过良家少妇，可又没见着他对哪个心仪的女子下过手啊。依我看，这个南平郡王是个矛盾重重、出尔反尔的怪人，不好对付啊。可不是嘛，年年旱灾水灾，
我们应付过多少次钦差老爷，每次见招拆招，逢凶化吉，可偏偏这个南平郡王他是胡踹乱打，毫无章法。任你段数再高，在他身上也是毫无用武之地啊。那又怎么样？别忘了，他是在我们的地盘上。那是，老太爷说的是。既然是在我们的地盘上，就得按照咱们的规矩办事儿。咱们齐心协力，静观其变。待他按捺不住，主动宣召的时候，我们再做应对也不迟啊。说得好，说得对，就这么办。老爷，老爷，蒲师爷通知，钦差大臣南平郡王赈灾受伤，现通知各家各户带着礼物前去探望。说来他还就来了。从前有个姓魏的钦差，也是设宴，宴请各路盐商，期间给大家喝了催吐的药，然后以吐出来的污物进行判断哪家是否还有余粮。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呀？老太爷，这个您就放心吧。咱们在座的啊，哪位有多余的钱粮啊？啊？自打这钦差大人到了此地，我是做好了忍饥挨饿的准备。就说昨天晚上吧，我就喝了1碗稀粥，今儿一大早就啃了半个窝窝头啊！啊！我家的妻妾呀，都饿瘦了一大圈啊，正跟我闹和离呢。哼，我那儿子找我要肉吃，我哪儿去给他找肉去啊？对，眼下国难当头，咱们也不能太吝啬，大家呢紧紧腰带，帮助郡王凑个几百斤粮食，解他燃眉之急，可否啊？是是是，见了郡王啊，我们就一起扑上去哭穷。反正啊，咱们是万事俱备。我料那南平郡王，就是把咱们这掘地3尺，也找不出1粒粮食来。有备无患，放心出战。南平郡王毕竟是代表朝廷下来赈灾的，我们在南平郡王面前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的。那是自然。你们要赶紧培养一下忍饥挨饿、忧国忧民的情绪，关键时刻得滴几滴辛酸泪。老太爷所言极是，所言极是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准备一下礼物，前去探听1、2，也就是了。请。帅郡王来了，拜见郡王大人。本王腿脚不好，不便起身相迎，各位快快请坐。谢郡王。梅娘上茶。这是皇上赏赐的鸠坑茶，配上此地的山泉水，味道甘冽清甜，比本王在京城喝的还要香上几分。大家快尝尝吧。好，好，好。老朽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次喝到如此好茶。是。听说各位都是秀水州的精英人士，又精又阴呢。这次请大家来是有些小事要向大家请教。这次来秀水州，一路上的灾民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，如今又闹粮荒，不少灾民都已经饿死。本王手下
又缺少得力的干将，迫于无奈，只好找你们这群有能力。既然郡王一个字都不提粮食，想必是在我们面前演戏，那我们就主动配合一下啊！郡王，可以向户部求助啊。路上遇阻，可以用高价向紧邻的州府购买粮食啊。另外啊，也可以先发个公告，稳定一下民心，就说粮食已经在路上了，10天半个月，准能到此地。此举一来呀，让这些灾民们呐，心里头能有个期盼；这二来嘛，又可以往后多推演个数日啊。可以提高收购价格，这样一来，有些散户的手里，或许还有些余粮啊。好，都是好主意。海大人，把这些好计策都认真的记录下来。是。老太爷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啊！过奖过奖。胡老太爷果然是才智过人，令本王十分佩服。不知今晚老太爷可否留下，与本王商讨一二啊？小瞎子，郡王去胡老太爷家里，告诉他家人，就说胡老太爷今晚要与南平郡王共同商讨赈灾之事。敢问胡老太爷家住哪条街哪个巷子啊？笨蛋，你不会打听吗？胡老太爷那是秀水州的大户人家，声名赫赫，有谁不知道他家住哪儿？这就去。这郡王，这不妥吧？有何不妥呀？这，来喝茶喝茶。郡王，小的刚才不仅去了胡老太爷府上，剩下3位老爷家我都跑了一遍，跟他们家里人说好了，今天晚上就留这儿，不回家过夜了。郡王，时候不早了，到饭点了，要不要用膳啊？狗奴才！秀水州到处都没有粮食，百姓忍饥受饿，忧国忧民的君子，怎么能吃得下饭？本王决定要与百姓同甘共苦，一起不吃饭。郡王，小的已经备好了，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、香肠，怎么办呀？撤了。是。郡王爷，这不行啊，饿坏了身子可怎么办呀？是啊。哎，休劝，我意已决。